本呢不断修改它的这种防卫政策，并且呢防卫经费10年来一直在连续的增加扩张。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网友给我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你看日本呢不断修改它的这种防卫政策，并且呢防卫经费10年来一直在连续的增加扩张，而且呢它的武器装备呢从这种防卫型的不断增加进攻型的，比如说把这个舰艇现在虽然叫护卫舰吧，但是实际上呢已经建造了直升机的母舰，还改成了航空母舰，这种进攻性远海作战的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呢还向周边的国家叫嚣，就是说这个有事的时候先发制人确实也有很大的这种军上的能力，而且呢和美国搞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去威胁其他的国家，所以说呢是不是他已经进入了新的军国主义的这个阶段或者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个人认为呢它是朝着军国主义这个方向在推进，但是它并没有进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首先讲军国主义，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以侵略扩张为立国之本，就是把这个国家的一切都置于或者是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教全部的要为它的就是这种扩军备战来服务它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叫军国主义。那么日本我们就来看它这些年来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它的所谓安全防卫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在二战以后呢，它的安全主要是依赖美国，就是我没有自己的军队，我的安全就是如果别人打我的话完全依靠美国的军队帮他来维护。后来呢，发展到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呢，它就是日本还有自卫队嘛，和美国进行联合的协防，就不是从简单的依赖，而是现在是要协防。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注意到它就开始往什么呢？独立上发展，就是依靠日本自己的军力虽然它叫自卫队，但是它是军事力量维护日本的安全。而现在日本的安全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但是呢它的这种军力发展却不断的变化。你比如说防务经费应该是在 1% 现在已经达到了多少呢？接近 2%， 就是实际上已经突破了 1% 的限制。而且这个日本它是发达国家它的 2%， 那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它的防务经费的这个数额可以和俄罗斯基本上划等号了是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再讲就是它实际的这个军力，它从这个专守防卫，按说你这个专守防卫嘛，从这个北海道方向嘛往南边冲绳这边几千公里那防着好了嘛。但是呢它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大大的突破了这种能力，就是我不但能防还能进行进攻这是它的实际的军事能力。那这个为什么说它并没有进入，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军国主义这个情况呢？因为它还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你没有交战权，就日本没有交战权。如果你和俄罗斯发生这种战争的话是不允许的，因为它虽然和俄罗斯有北方四岛或者叫南千岛群岛这样岛屿主权争端，和韩国有这个主岛或者叫独岛这样的争端，但是你为此发起战争宣战，这是不可以的，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交战，没有交战权。如果你打仗发动战争的话，那首先日本的民众人民就要反对，因为你是违反宪法的。所以我说咱们要盯的就是日本它朝修宪的路上怎么走。因为你一旦把和平宪法给修改了，你有了所谓的交战权，那就是他宣称的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化的国家，那这就是他迈向军国主义的实质的或者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因为你有了交战权，又有这个能力，而且你还有现在这样的企图或者这样的打算，那这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对它一定要就是高度的警惕它的修宪的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发展军力是在美国的怂恿下，因为美国希望利用日本发展军力来为美国的所谓亚太战略来服务，或者印太战略来服务。
那么日本是借着美国现在放松对它的看管，所以来积极的发展军力。所以它发展军力，你其他的国家你没法控制它呀。所以你只能做好自己的这种防卫工作，就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有能力应对你的这种军事上挑衅或者威胁。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